接下来特别关心到是川普最新祭出的这个商船战哦，我们要来看到是他针对于中国大陆的船只要征收港口费，恐怕掀起的不只是在船战上面，是整个全球的物流会全面的成本一起飙高，美国也会引发非常严重的通膨。今天一起来看，首先看到3个火线话题，请嘉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川普要疯狂的说他要征收他针对中国的商船要来征收30倍的港口费，到底是惩罚中国，还是接下来美国的物流跟零售业自己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呢？尤其是现在包括了在关税上面，包括了衣服、家电会全面的涨价。现在做了一个初步的估计，美国的家庭每个月得多花270美元，害惨了自己的人民啊！再来看到的是通膨，还有经济的停滞，恐怕会引爆的是全面性的通膨。逼近美国会不会被川普的关税战自己给逼下悬崖呢？赶快来看到最新消息。紧接着就是10月14号这一天非常的关键，因为川普会在这一天正式的对所有在大陆建造的船舶开征高额的港口费。刚刚说了一口气暴涨到原本的30倍，这是港口接下来会有的附加费。但是要注意了，是不是真的就是会害到美国自己呢？因为美国的进口商品有80%全部都是靠着远洋运输来做船舶的运输的，所以到时候恐怕是对自己的影响会是最大的。专家也特别做了一个估计哦，现在不只是这些物流成本会增加，包括了航运业者也会承受很大的压力。明年全球10大航运业者的公司损失金额32亿美元，这当中特别关注到中国远洋海运集团自己也得承受15.3亿美元的一个资金哦。看似中国被重击，但是要知道哦，现在目前在全球的船只几乎都是中国来做建造的。去年美国自己只生产了10艘，中国大陆建造了1000艘哦。法国的达菲和其他的这些航运巨头早就已经都是使用中国的船只了。没有中国船只，那美国接下来拿什么来做运送呢？节目一开始请教苑老师怎么看川普课征的这个高额的港口费，到底能不能打击到中国的造船业，还是自己先伤害到自己呢？老师怎么看？10月14号的这个消息剩没几天了哈，这个消息老传了很久。川普做这个疯狂的举动，这个目的是为了要重建美国的船业啊，就是这个叫 Make America Shipbuilding Great Again。他这个做法的话呢，只见树不见林啊，只看表面不看实质啊。他就说是凡是进了美国的运送的船只，只要是中国造的，就加征40%，这个成本要提高40%。然后呢，就是如果说其他外国船的话呢，比如说法国船开了法国的货轮开了中国的制造的船啊，成本要加高15%。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据估计。就中国来讲，以一艘船轻轻松松一艘货柜轮就轻轻松到达20万吨的时候，就要每一次进口就要加1000万美金。如果5次的时候呢，就高达1475，一年5次。那这个数字的话呢，如果否则就不准装卸。否则不能装卸，然后原则上的计算的结果好，我跟你讲，就这个非常好笑，因为第一个的话呢，他要打击中国造船业，但是他根本不可能，因为现在全世界有70%的船，各类型的船，包含天然气运送的船，都是由中国承包的。你现在的话呢，就是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逼的这些人都没有办法，这些人用这些船都不可能在美国的港口靠，因为没有人愿意，因为大家知道海洋的运送，基本上海运就是为了图个成本低嘛，怎么哪里有说就你要否则大家就火车就行了，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情况它是不可能做成的事情。然后第二个的话呢，要鼓励美国造船业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缓不济急，因为美国1年只生产到不到10艘，美国根本就没有造船业啊。那川普会发觉说，美国没有造船业，导致美国现在连军事上都受到很大的威胁，也没有材料，也没有工人，也没有造船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说下猛药来治这种情况。然后呢，这个情况缓不济急，里面唯一出现的最大的麻烦就是所有美国东西都透过海湾运送的话，按照我这种计算的话呢，它成本大幅度升高。这个做法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是一个贸易大国，它绝大多数产品80%以上，超过80%以上，全部都透过海洋进来的。美国的各东西两岸都是大港口。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对于未来的话，未来的结果是非常非常难过，因为美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阵痛期，最后的话呢，要逼着川普不得不承认
美国的造船业是完蛋的，绝对没有希望的。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劳工太贵，美国的这个工作技术上来讲不行。另外，美国靠发外贸也很久，这个事情等于是说句良心话，一点都没有开玩笑，这个等于是对全世界的贸易进行大战啊！这种情况下的结果，我想唯一的结果是，所有的贸易的国家各地往来非常频繁，唯独不能去美国。如果他要严格执行的话，最后结果我猜是不了了之了。那怎么可能搞成这个样子呢？不可思议的。好，对，所以很快的，就是在10月14号，川普说这个政策会正式的上路，到时候我们看看是不是真的成真。不止这一件事情会害到美国，还会害到全球的航运业，甚至全球的贸易都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当然了，美国消费者首当其冲，他们现在消费者信心已经降到了数个月来的最低，从可以说是5个月来的新低。尤其有看到的是，接下来哪一些商品会大幅的增加它的金额呢？包括衣服，包括了自行车、冰箱、洗碗机、笔电会全面的缺货，再加上涨价。我们来看到一些具体的数字。首先，消费者的这个9月消费品均价已经年增了4.2%，创下7个月来新高。秋冬的衣服接下来还会预估大涨7.3%，清洁用品、毛巾到大型的家电等等，最高涨幅9%。电子产品也会受到影响6.4%。CNBC 估算了每个家庭每月多得喷出$270。共和党议员批川普啊，你的经济民族主义已经被你的政治给自杀了。干哥怎么看？对，我跟你讲哈，你看看最后那句，美国家庭平均每月多喷$270，平均对不对？我有个亲戚就住在旧金山，他上个月去沃尔玛，他出来的时候他说，我怎么算，好像我买的东西每个月都是很固定的哈，好像多了1万块台币哦，还用台币来计价，你知道？算得很准，算得很准，这多少？$300。我每个月都要买这些东西啊，那结果呢？因为那一定是民生消耗品嘛。结果呢，他现在发现说，多了300块，那是不是以后都要这样多下去？那这样怎么受得了？所以说，他是因为就是说，在3人之家，她跟她老公跟一个小孩子。如果说是一个3人之家，一个月平均要多1万，那我请问你，要更大的家庭啊，要多多少？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说，因为川普的政策，每个月要多1万。那一年多12万台币，你去算算看人民币是多少？说它有29种软商品，就你刚才讲的衣服啊、配件啊、吊饰啊，就是家里面要挂的那些东西啊。这种软商品其中有11种涨价。那硬商品呢？硬商品我跟你讲，首当其冲的，美国人最喜欢骑脚踏车，跟台湾人一样，脚踏车啦，光脚踏车跟洗衣机2种叫做硬商品啦，马上涨，而且涨幅大概在5%到8%左右，天哪，这个太多了啊！所以其中有就是说这个软商品里面，硬商品有18种里面有12种，也就是有2/3要涨价。然后在很多就是说那个财经专家他们都在算这个账，说这个账如果算到明年底的话，美国中产阶级绝对吃不消。你知道为什么？就像我刚才讲那个数字，因为那个数字只会再加大，不会变小。所以现在好事多他的经理他就说，我们现在把那些什么玩具啊那个卖的不好的东西啊那我们就把它放在那个仓库里面去了。那现在我们要改放什么？改放3温暖用的精油，高价品我们才能够创造利润。但问题是你高价品是不是因为他把那些东西撤了，然后换成高价品，那些高价品有一定的折扣，想这样子来刺激买气。可是它的成本还是转嫁到什么消费者的身上？联准会主席鲍尔他也就已经讲了，他说一般来讲的话，消费者是负担30%到40%的成本，可是将来他就不敢说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大概是进口商跟那个零售商，他们承担了差不多60%左右，也就2/3以上的那个关税成本。但以后他一定会转嫁给消费者，消费者慢慢他就会增加这些成本支出。那听说我刚才也跟那个大千也聊天，他说在美国好莱坞拍的电影现在就说不在美国拍要征100%的关税。他们说现在他们已经真的，他们连去加拿大拍都不行，为什么？因为川普也会找到你加拿大头上来，那怎么办？那就是不在美国市场上映吗？那这样怎么可以呢？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对于电影艺术工业，还有包括明星，他现在用 AI 就可以生成了。所以到现在为止，我看好莱坞的流行行业、流行艺术也在面临很大的关卡，这些都是关税贸易战所引发连带的影响效应。我觉得像这一场战打下去的话，对美国的中产阶级老百姓的影响是最大的，而且现在影响还看不出来，它有停止的一天。恐怕我觉得川普你应该要好好去思考说，普遍的物价上涨对于美国人而言，它是一个好事吗？还是说等到你把关税的钱都收进来的时候，你一定都会补贴给一般的老百姓呢？尤其像有一种东西叫什么食物券，美国有这种很奇怪的东西叫食物券，快要发不出来了，你就知道它很严重了。对，好，一连串的这个经济上面的影响，其实现在呢，芝加哥的联储总裁也出来警告了，现在美国正在发生的叫做停滞性的通膨，包括消费者信心已经快速的下滑，进口成本失控，还有就业放缓等等。委员怎么看这个商船战？接下来对于川普，对于整个美国的影响？我觉得川普真的好棒。真是让我们值得我们好好的给他拥戴跟赞叹。就是美国只要有了川普，美国其实就不需要敌人啦。那么川普这一次的这个港口费的征收，他当然是希望提升这个美国的造船业哦。但是各位知道，造船业要提升，它不是一朝一夕的。美国造船业没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雷根政府时代开始的。他取消了一些相关的补贴，政府重点的扶持，所以造船业开始没落了。所以没落是一个很长时间的过程，你同样的你要把它拉抬起来，也不是一朝一夕磕一个港口费就可以搞定的。我只给大家几个数据哦。2025年中国大陆军舰的数量已经超过400艘，美国的军舰只有不到300艘。美国法律规定的法定的标准是355艘，所以各位知道，美国现在军舰的数量还低于它的法定标准，因为造船造太慢。因为有的时候设计错误，因为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下水，这个发生了很重大的瑕疵，所以它现在连军舰的数量都不够。然后呢，中国大陆现在造船能力是美国的232倍，232倍。中国大陆造232艘船，美国就造1艘船。然后光看去年中国大陆造船的完工量哦，占全世界的55.7%，就是全世界有超过55%的船都是中国大陆造出来的。去年中国大陆新接的订单占了全世界74%，去年的订单有74%都握在中国大陆的手上，然后中国大陆所有累积的手持订单量占了63.1%。现在全世界排名前5大造船厂有4个都是中国大陆的，有4家都是中国大陆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美国在短时间之内就要拉抬起来，完全是做不到的。除了我刚才讲的，它技术开始在落后了。他的劳工的这个实力也开始这个不行了，你根本找不到合格的劳工，你更不要讲成本喽。我给大家一个数字哦，美国现在造1艘船哦，它的成本如果是3.33亿哦货轮，3.33亿的货柜轮美金哦，那么中国大陆只需要花5500万美金就可以造出来，所以它是1/6的钱，它就可以造出同样的1艘船了。所以，那你想说美国拿什么来竞争呢？你说靠港口费。好，我们回过头来看港口费好了。刚才大家都算过那个港口费，你说停靠一次付150万美金，大家算一下这个造船成本好吗？3.33亿跟5500万，如果你是船商，你大概也宁愿想办法去付一点这个港口费，你都不需要花这么贵的钱来造船呢。更何况这个船造下去，不知道到猴年马月你才能拿到你那艘船。所以当今天川普磕了港口费，会有什么结果？当然第一个。羊毛出在羊身上，涨价嘛。好，你说美国现在有没有通膨的压力？当然有啊。刚才干哥已经讲了，我们有多少朋友在美国，他们已经反映过多少次了。美国现在的物价高到吓死你了，但是还没有到底哦。因为呢，川普又压着 Fed 要它降息。对，各位知道，一旦降息就是加剧通膨哦。所以现在 Fed 在降息，你在征收港口费，你就最后逼得把这些货物的价格再往上推高哦。通膨是一件很可怕的事，通膨一旦推高要收回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停滞性通膨在总体经济学里头来说，等于是判了一个国家死刑了。就哪个国家得了停滞性通膨，这个国家就等着像日本一样失落20-30年哦，都不要再回来了。那第二种发生的可能是什么呢？那船商又不笨，那我干脆就把这个船停在墨西哥跟这个加拿大就好啦，我在那里的港口卸货啊。
于是美国的港口工人就没有工作喽，码头工人没有工作做了，然后呢，卡车司机也没有工作做了，这就造成美国另外一重的问题。所以，川普想要用这种方法来解决美国造船工业现在这种低迷的气氛哦，希望能够拉抬美国造船工业的能力。事实上是不但达不到任何的效果，反而会重创美国自己的经济啊！所以我才说，我们真的要感谢川普。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